Hello，大家好，我是亚子。魔兽世界11.0新资料片《地心之战》呢，也上线差不多1个月了。那作为一个尽责，每隔一阵子呢不定时断更的魔兽频道主，我觉得也差不多是时候履行义务，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11.0版本的一些看法。那如果你是没有玩过这款游戏，或者是很久没有玩，被这个影片吸引进来的新观众呢，这个频道就是专门在讲这一款在繁中圈几乎已经没有人在玩的游戏，但是呢，还是可以做到8000多订阅的频道。所以如果看完觉得不错的话呢，不妨按下订阅，加入支持我们。有什么想法呢？也欢迎在下面留言，我都会看哦。那节目开始之前呢，请让我介绍一下本期的赞助商。Awesome 终端远程是一款非常好用的免费远程软体，可以让你随时随地的透过其他终端远程控制您的笔记本、电脑、平板还有智能手机。Awesome 远端桌面主要有3个版本，免费版主打远端桌面控制、文件传输、手机投影、电脑3大功能，充分满足大多数居家办公的需求。在外呢，也能检查电脑游戏挂机、算图、影片转导等任务是否正常。付费 Pro 版在免费版的功能上呢，还增加了远程 CMD Plus 远程控制 Android 设备的功能，比较适合远程教学还有维运人员。那最重要的付费游戏版，除了上述的功能外呢，还支持手机远程控制电脑玩端游，还可以自定义滑鼠和键盘键位，随时随地畅玩端游，比较适合游戏玩家。这个功能呢，尤其适合出门在外旅行想玩魔兽世界，但身边没有合适配置的玩家。像我上一周去英国旅行，没办法赶上地心之战的发布，这时呢，只要你是购买游戏版的玩家呢，你就可以透过 Awesome 的强大系统来远程操控你的设备。我认为这个系统呢，虽然不太适用于高难度的大秘境和团队副本当中，但是解解世界任务、轻轻日常、大大无人本，我认为还是绰绰有余。但我认为最值得使用这个功能的理由，还是在11.0加入的全新玩法探究。探究由于是单人的游戏模式，而且机制也比较简易，尤其适合呢使用这项功能来游玩。而除了可以使用手机操控外呢，这项系统也支持 PC 控制 PC， 所以出门在外呢，我也可以使用我的 Mac 来体验一些 iOS 系统并不支援的游戏。像是我出国在外呢，就可以透过它来游玩 Steam 上面的各种游戏，以及像我在家一样的游玩魔兽世界，简直呢就是我出国旅行的救星。至于付费方面呢，按照需要被远端的设备付费，单台设备呢$501年，2台有20%的折扣及$802台，3台以上呢有40%的折扣及$90 3台。比如说呢，我想要用一部手机和1台笔电控制同一台桌机，那只需要购买1台设备，将桌机绑定到设备列表里，主控的手机和笔电登录同个账号呢就可以连线了。除此之外呢，Awesome还提供了远端智慧开机插座，来让你远端一键开机电脑。现在就快点使用我的兑换，需要压缩来获得7天的游戏版试用会员，要前200个才有哦。那首先呢，我第一个想要提的就是这个战队系统。这个战队系统呢，我认为应该是魔兽世界这10几年来推出过最成功的系统。听起来很悲催，但就很实际。那给没有玩过的朋友们介绍一下，战队系统呢，就是魔兽在11.0新增的一项新功能，它会把你游戏中大部分的进度跟货币呢改成账号绑定，比如成就、称号、任务进度、银行等等。此外呢，现在刷幻化居然是掉落不同护甲的装备，它也会进到你的幻化柜里。像我最近就新起了一只德鲁伊，然后呢，我就可以用我的战士死期呢去给它刷外观，脸不要太黑呢，基本上1-2个 CD 就可以刷满一个套装了，非常的方便。那这个系统呢，它看似只是一个便民的系统，但我觉得呢，它其实潜移默化的对这个游戏的玩法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我还依稀记得我这辈子玩魔兽世界玩的最开心的其中一段时光，是6.2地狱火堡垒版本的末期，应该很出乎大家的意料哈。那时候因为开小号呢非常方便，电等也很快，满级之后呢去艾斯兰农几个小时呢，就可以获得一套相当于普通模式团本的装备。更重要的是，没有什么名望、神命这些要干，所以我那时候最爱做的事情呢，就是起很多支的分身，然后有许多不同的角色呢去体验游戏，也抄袭补，尝试非常多不同的职业跟流派。那时候呢，也是我第一次发现，哇靠，原来这个游戏的战士那么帅。从此之后呢，我就把我的超级好猎人狠狠的甩到旁边去，再也没看过了。那为什么我要提这些呢？因为这次的11.0版本，我认为比当年的6.2版本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优化得更成功。这也是我继6.2版本之后呢，第一次在赛季的一开始呢，就尝试用好几支不同的角色开荒。然后很讽刺的是呢，在11.0这样玩起来，比8.0、9.0只玩一只角色，他妈的还要轻松。战队系统除了刚刚讲过的功能外，它还会有几率给你的角色呢掉落一个叫做战队绑定的装备，但是呢，你是可以把它交易给你的分身角色的。虽然它的掉落呢是完全随机的，比如说我这季就算没有玩法师，它一样还是有很大的概率会掉布甲给我。但是这个功能呢，确实对我小号的提升有不小的帮助。那其实我一开始呢，本来是想要略过这个功能的，因为这个掉率呢，在游戏刚开的几周非常感人，感觉有跟没有一样。但是这几周呢，我感觉暴雪应该是有偷偷调整，出战榜的几率呢，我觉得是有明显变高。而且因为声望跟货币都改成账号绑定的关系，我现在只要一个角色练满，
我就可以直接去找声望商人，用货币呢买几个紫装，那加上之前掉落的战队绑定装备跟拍卖场买的绿装，凑一凑，我基本上一满等呢就可以直接去打大秘跟团本，非常便捷。那提到装备提升，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 11.0 新增的新玩法探究。那探究这个玩法呢，在游戏正式上线之前，我其实是不太看好的。之前11.0那个介绍影片，因为收了暴雪的钱，所以我也只能稍微意思一下，糊弄过去。不然呢，我应该会给这个玩法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但好家在啊，暴雪有塞保护费给我，不然今天被问号的人应该是我。那这个故事也同时告诉了我们，土法炼钢有时候也是有用的。暴雪在经过了 8.0、9.0 的洗礼后，终于是练出了一个可以玩的额外 PVE 内容，可喜可贺。那一样先简单跟没有玩的朋友们介绍一下，探究呢是魔兽在 11.0 新增的一项玩法，你可以选择单人游玩，也可以选择组队。那它的玩法呢，有点类似于以前我们玩过的场景战役。我们要先清清小怪，开开宝箱，有空呢还要陪 NPC 玩一下角色扮演，培养一下感情。那最后一样啊，会生出一只 BOSS 给你打掉。打掉最终 BOSS 后呢，我们就可以进到神秘小房间领取奖励。那讲到这里，应该有很多的观众可以理解我为什么一开始会不太看好这个玩法，因为魔兽世界啊，到现在为止已经20年了，这个套路呢就从来没有变过。就好像你去日本的泡泡浴，无论价格，老实说啊，其实每一家的套路都是差不多的，就只是差在技师的颜值以及他的手艺跟服务。那这次的探究呢，我认为就是会员制的高档泡泡浴。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它给装备，而且呢还是团本等级的装备。为什么以前魔兽世界推出了非常多额外的 PVE 玩法都没有成功？老实讲，我觉得玩法呢并不是太大的重点。我们拿爬塔、战争前线等等做举例，我觉得这几个玩法呢其实都做得很有趣，尤其是爬塔，应该是我认为除了法师塔之外呢，魔兽世界做过最有诚意的单人 PVE 内容。那为什么这些玩法的评价那么的褒贬不一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奖励太烂了。玩家呢都是很现实的，而且爬塔呢甚至还是半强迫你去打，你不打你就做不了局装，你没有局装你就玩不了游戏。干这样讲起来，这好像根本就不是半强迫。那探究呢有没有这样的问题？老实说也有。我前几天在 Reddit 上面看到这张图，这张图呢大概就是在说，宝贝，又到了每周清8阶探究的时间了。因为8阶的探究呢，会奖励每周宝库616英雄等级的装备，所以玩到后期呢，就变成每个礼拜都要花时间去清个 CD 拿保底。因此就有人说，其实呢，探究就是换了个皮的爬塔。但在我看来，这个比爬塔好上至少100倍。因为打8阶的探究呢，就会直接奖励我们勇士等级的装备，所以也使得我们更好的武装分身角色，把每周的钥匙都打一打。运气好的时候呢，你甚至可以跳过前面好几层的大秘。如果你的角色真的装备太烂，打不了8阶，你甚至呢可以组队找大腿带你飞。这部影片发布的时候呢，应该差不多第3周了。在预组系统里面呢，我真可以看到有人组队在打8阶的探究，说明这个玩法在玩家的社群当中呢，还是有不小热度的。以及看来这个版本是真的蛮多人在养分身的。而且老实讲，我觉得探究的玩法呢，还是有一定深度的，包含每个探究最终 BOSS 的设计都是别出心裁。打法跟机制呢，也都是特别设计过的，打起来还是有一定的挑战性。那更不用说啊，这还是一个可以单人游玩的内容。虽然魔兽世界啊是一款 MMORPG， 但我现在除了组队内容外呢，基本上都是当独行玩家一个人玩。我相信呢，荧幕前的各位应该有些人心态呢是跟我一样的，因为有时候啊现实繁忙之余，想说打个游戏放松一下心情嘛，结果呢还要处理一堆繁杂又没有意义的人际关系，跟人组队。还有整天遇到整天被游戏玩、阴阳怪气、没有人生的 toxic player， 真的现在谁没事这样折磨自己啊？所以我认为这个能够单人游玩的特点呢，也是探究啊不可多得的一项优势。那除了探究，我认为这次的开放世界也设计的相当不错，尤其呢是主线剧情方面，终于有了讲故事的感觉。但老实说啦，这个剧情的编的我觉得其实并不怎么样。最近这几年啊，是各家游戏跟影视作品百家争鸣的年代，在体验过了那么多优秀的作品后，相比之下，我觉得现在魔兽的剧情呢，真的是略显平淡。但是至少他肯好好的去讲一个完整的故事，也没有什么雷点。角色刻画呢，也做得非常到位，算是这几年我觉得代入感最强的版本。野外地图方面呢，虽然我自己还是更喜欢巨龙崛起一些，但是这版的地图呢，也都做得非常不错。美术跟音乐呢，我认为是近期做的最好的，非常有魔界的味道。野外活动呢，也提供了更多元的活动跟奖励，有很多的选项，让你自由选择想做哪个。开放度非常高，也减少了很多上班打卡的感觉。
那还有一个东西我没有讲到，就是英雄天赋。这个英雄天赋呢，老实讲，跟我在游戏上线前想象的一模一样。它就是把10.0重置后的天赋树再做一个延伸，然后变成专精系统中的专精，让你去选。看起来很丰富，但是玩到后面呢，还是只有一个最佳解流派可以超补，可以选，像是血 DK 嘛。即便前阵子呢，暴雪把萨兰 buff 了一大堆，但是到最后大家都还是只玩死亡使者，因为很现实啊，死亡使者就是比较强嘛。但是这个系统呢，对于游戏来说绝对是加分的。看着我的熊胆啊，一直用轨道炮轰着大秘境的怪，虽然呢打出来的伤害是没有多少，但是那个视觉体验就是一个字送。那讲了这么多11.0版本的优点，难道就没有缺点吗？我认为还是有的。就是这个第一赛季的大秘境呢，设计的仿佛在开8.0、9.0的倒车，应该是我近期打过最恶心的一个赛季，挫败感实在是太重了。你说10.0的第一赛季也很难，但是它至少呢还有一个隐约目的让你撵。但是这季的副本呢，我真的觉得没有一个能够称得上是简单的，搭配上回归的赛季词缀，让我很怀疑暴雪的设计师是不是都有抖 S 倾向。这季的大秘词缀呢有一个要挡球的机制，如果小怪呢或者是 BOSS 吃到球，他们就会增伤。那这个词缀啊看似很好处理，但是自从我打过围城战的尾王后呢，我就再也没有这样想过了。这个 BOSS 呢，因为它是在水里的，而且你只要掉到水里就会被鲨鱼吃掉。但是呢，你就会看到球从四面八方的海上飘过来，此时无助的你，真的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你说暴雪知不知道这个机制？那肯定是知道的，而且我觉得有很大的概率呢，就是设计师故意设计成这样的。或许这招有我不知道的解决方法，但是他这样子设计，摆明着就是要恶心你嘛，更毛骨悚然了。我觉得这版魔兽世界的大秘境呢，因为我们这个世代的玩家的标准来看，难度呢还是太高了点。那讲到这里呢，可能会有很多的老玩家反驳我，但我还是觉得大秘境还是要砍一下难度，才能更好的吸引和留住玩家。痛苦太多，收获太少，那到最后我们不如去打打探究就好了，反正探究呢也给装备。与其要靠那虚无缥缈的分数来获得人生中稀缺的成就感，那还倒不如呢把现实生活过得更充实、更美好。我觉得还更实际一些。那根据统计呢，一款 MMORPG 的玩家群体大概有80%的玩家是属于休闲玩家，只有20%呢是会认真去推进度的综合或者是高端玩家。虽然呢，这在被儒家内卷文化严重荼毒的台服来说，听起来很不现实啊，但是这世界呢，不可思议的事情可多了。就像在现实中，真的会有男生跟女生在聊天的时候问人家：“雷冲凉泳 make 有楼？”如果你去看我大秘的攻略影片，或者是新人像的指南，其实呢，都还是有几千甚至是破万的播放量。这也侧面说明啊，即使在狭窄的中文圈，这款游戏呢，还是有非常一大部分的玩家是属于普通或者是休闲玩家。因为如果你今天啊真的对这款游戏足够了解，我相信呢你也不太需要去看这些内容。我上礼拜呢在台服用的小号打+2围城战的时候，就遇到了一群应该是新手的玩家，他们因为不熟悉机制呢，一直莫名其妙的死掉，并且身为坦克，即便我一直用拼号灯跟他们说这情况要注意 ADD， 他们呢还是会 ADD。虽然最后啊是勉为其难的过了，但还是不欢而散。那对于一个老手啊，打这场副本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速刷装备拿材料。但对于这群新手来说呢，这可能是他们第一次体验这项内容。魔兽世界啊是一款已经有着20年历史的游戏，想当然然，新老玩家的断层呢一定非常严重。那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呢，如果暴雪还刻意的去增加游戏的难度，我觉得会很容易劝退一大部分啊被新版本吸引而来的新玩家和回国玩家。新玩家呢只能从游戏中获得满满的挫败感，而老玩家在遇到新手时呢，也很难有足够的耐心去包容，甚至因为影响到自身的游戏体验而去辱骂贬低新人。那久而久之呢，这款游戏就会跟现代台湾年轻人的爱情市场一样，俨然成为一个大酱缸，没有赢家，只有输家。时代已经变了，现在的玩家呢，包含我自己，也不再像以前一样那么有耐心跟毅力了。所以我觉得暴雪啊，也是时候改变一下设计的思路了。现在想想啊，10.0版本的第3赛季，也就是10.2版本，应该是魔兽世界近期设计的最成功的大秘赛季了。这个赛季的副本难度呢，相对合理。现在想想机制呢，也设计的比较人性化，是我玩的最开心，同时也是玩最久的一个版本。我认为暴雪啊，可以朝这个版本去看齐，去设计往后版本的大秘境。我认为游戏玩起来呢，会舒服很多，玩家的留存率应该也会提高一些。好，这是差不多就是我玩到现在对地心之战的一些心得了。
总体而言呢，我对于这个资料片还是持正面的态度的。我认为它虽然没有像10.0、7.0刚开那样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惊叹，但是呢，它就是一个非常 solid、品质有一定保证的版本。游戏呢也做得比以前好玩很多。无论是养老还是想当攻略主，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适合游玩的版本。那这个影片就到这边，喜欢的话呢，一定要帮我订阅、按赞、留言；不喜欢的话呢，一定要把我封锁。我是鸭子，让我们下次再见，各位，拜拜。